板，这个多少钱？哎，站住！什么东西？哎，你干什么？东西！经鉴定，我的问题问完了。被告人，你有问题要问证人吗？没有。辩护人呢？没有。好，告出。请公诉人继续出示证据。审判长，控方举证暂时到此。反对审判长。公诉人需将起诉书所列证据向法庭全部展示完毕后，才能结束控方举证。审判长，公诉人认为，起诉书所列证据只是控方举证的最大范围，公诉人举证只要不超过这个范围即可。至于哪些需要在法庭上出，哪些不需要出，公诉人有自主选择权。况且公诉人并没有说举证结束，而是暂时到此。控方举证暂时到此。被告人，你有什么证据要向法庭出示的吗？没有。辩护人呢？有。审判长，辩护人申请证人到庭。证人姓名？刘明强。带证人刘明强到庭。你是哥哥还是弟弟？弟弟。今年4月23日上午9点，你在哪里，在做什么？我和哥哥刘明刚去药店偷药。偷的是什么？虫草。为什么要偷虫草？我妈妈病了，想给她补身体。大家肃静。药店老板的刀伤和你们兄弟2人有关吗？有关。既然有关，为什么你的哥哥在被告席上，而你不在？因为我哥说是他持刀杀的老板，刀子是他的，我并不知道他带着刀，跟抓人没有关系。所以你只是盗窃未遂，又因为和虫草的价值不算巨大，所以检察院对你做出不起诉处理，是吗？是的。那你的哥哥说的是事实吗？不是。大家肃静。那事实是，摔倒的人是我哥刘明刚，炸老板的人是我刘明强，刀子是我的，我哥哥没有炸人。审判长，我弟弟糊涂，摔倒的是他，炸人的是我，我弟弟没有炸人，你们不要听他胡说啊！请被告人尊重法庭秩序，不要随意发言。请问公诉人有什么要提问的吗？证人刘明强，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在法庭上的身份？知道。证人。证人
如果违背事实作证，将会承担法律责任；如果人是你扎的，你将承担抢劫致人死亡的刑事责任，最高可判处死刑；如果人不是你扎的，要承担伪证罪的刑事责任，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这个你知道吗？反对。审判长，公诉人在威胁我方证人。辩护人，公诉人只是告知证人的法律后果，不是威胁。审判长，目前兄弟2人均称自己是被告，而杀人与对方无关。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公诉人根本就没有充足的证据来证明到底谁是行凶人。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既不能判定刘明强犯抢劫罪，也不能判定其犯伪证罪。当然，刘明强的哥哥刘明刚的犯罪事实也不能确定。大家肃静。公诉人也要说明一下，辩护人逻辑很清晰，但却存在一个问题：当一个人要么他犯的是重罪，要么犯的是轻罪，但具体是哪个罪不清楚时，那该如何处理呢？是认定他无罪，还是认定他轻罪？辩护人的逻辑是疑罪从无，这显然不符合我们相关的法律规定。正确的做法是认定轻罪，这叫刑疑为轻，它是疑罪从无原则的上位原则。那不知道有没有考虑过刑疑为轻的原则呢？今天法庭所讨论的，并不是刘明强要负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刘明强退庭，公诉人还有证据向法庭提供吗？有，审判长，我们需要对刘明强、刘明刚的 DNA 进一步进行比对，再结合提取的生物物证，向法庭证明真凶就是刘明刚。审判长，如果公诉人要做的是这项工作，那辩护人不同意延期审理，因为同卵双胞胎的 DNA 鉴定是无法区分开来的。公诉人做这项工作等于是在浪费时间。刑事案件事关生死，法律程序一定要严谨，不管是公诉人还是辩护人，都要慎重。能不能鉴定出来，试一试才能知道嘛。控辩双方都不要争了。这样，公诉方提出的要求有道理，本庭准许。本案延期审理，等待下次开庭。休庭。邓总早。走。邓总早。走。邓总，有位阿姨说想见你，等了您很久。您是邓律师吧？您是？邓律师，您一定要救救我的孩子。他们说你打官司从来没有输过，你一定要救救我的孩子。您先别激动好吗？他们说打官司需要很多钱，我现在已经把老家的房子抵押了，我这有10万块。邓律师，你只要能让我的孩子不要坐牢，帮我打赢官司，我全都给你。这位大姐，是这样子的，我们这儿的代理费不低于20万，您要不要考虑一下法律援助？或许不需要花这么多钱呢。帮我送一下大姐。好，阿姨，邓律师，哎，您起来，您先起来，帮帮我吧！您先起来说话。以后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只要让我孩子不要坐牢。起来，起来，他是冤枉的。坐，来这儿坐，好好说啊。邓律师，这么说你答应我了吧？我还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案子呢。是这样的，要不您看这样，您留个联系方式，回头我们找个时间，好好聊。我这边手上还有其他的案子，占用了别人的时间，对别的客户也不公平，对吧？好，您留下联系方式。邓律师，这是我的联系电话。行，您贵姓呢？我姓王。王，好的。大姐，您先回去报宽心，回头我们联系，好吗？邓律师，你一定要跟我联系啊！好的，帮我送一下。阿姨这边。谢谢邓律师。没事儿，谢谢。回去吧。阿姨。
姨慢点。以后没有预约的客户一律不接。我不希望那种事情再发生。但是这……喂，邓律师你好，有一桩案子，不知道邓律师是否感兴趣？您哪位？这个不重要。江东市发生一起杀人案，犯罪嫌疑人马月月，目前就关押在江东第一看守所。为什么打给我？我关注你很久了，我相信，只有你能证明马月月是无罪的。马月月目前处境很不妙，你可要抓紧了。我需要考虑一下，没法现在回复你。我知道，邓律师代理费用不低。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案子代理费过百万。代理费用这么高，辩护难度一定很大吗？你只要告诉我，到底是接还是不接。您先把委托书传给我吧。邓律师果然是快人快语。希望我没有看错人。马月月故意杀人案，与您、与我、与江东集团都毫无关系。我要掉以轻心，这件事情必须迅速解决。您放心吧。马月月对我们的事情到底知道多少？毫不知情。那就好。看到没有？向我施压了。该我走了吧？律师找了吗？找好了。最好的？最好的。代理过不少案件，胜诉率非常高。务必办好，可以不择手段。邓总，委托手续已经办好了。这个案子介入的时间晚了，现在要争分夺秒，尽可能掌握所有的情况。这个案子我们一定要接吗？这个案子值得做。我看过卷宗，马月月的确承认自己撞被害人致死。但是被害人是不是因为车祸致死？警方虽然有初步的意见，但是依然存在疑点。可我总觉得这个案子胜算的可能性不大。找上有难度的案子，才能够让自己快速成长。我有预感，这个案子会让我们一举成名。你准备一下，马上跟我去看守所。这是犯罪嫌疑人马月月，被害人也就是死者杨天。案发时间是2016年4月12日晚11点30分。同年4月13日，马月月主动投案自首，由江东市公安局执行拘留，因案情复杂，延长刑事拘留期。4月20日，经江东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捕，本案由江东市公安局侦查终结，于目前移送本院审查起诉。犯罪动机是什么？经公安依法查明，犯罪嫌疑人马月月和被害人杨天属一家公司的高管。马月月长期与杨天关系不和，逐渐导致怀恨在心。犯罪过程
2016年4月12日，犯罪嫌疑人马月月约被害人杨天在江东市铁东区新奥新停车场会面。我叫邓凯文，他叫沈杰，我们是卡米洛特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你是马月月？是。你想请我们代理你的案子？是。你有什么想说的吗？你会救我吗？那要看你肯不肯跟我们合作。如果你愿意相信我的话，你必须如实的把当天所有的情况，包括细节，都告诉我们。那天我约杨天在停车场见面，我们这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我同意了吗？是你答应过我的。证据在我的手里，我什么时候叫你过来，你就得什么时候到。杨天，你也太过分了，我还有家庭。跑到这儿来跟我谈家庭，你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总不谈家庭。无耻！后来，我们就吵起来了。吵完后，杨天下车。他在车外不停地向我挑衅。看着他，我脑中一片空白，只想彻底摆脱车外的这个混蛋。厌恶、耻辱、愤怒，我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我该这种了他。我很害怕，怕他没死，还会继续折磨我。进行2次碾压，并随之逃离现场。停车场看护人员孔令新巡查时发现了受伤的杨天，拨打了120电话。之后，杨天被送到江东市医院救治。杨天经医护人员全力抢救，仍在4月13日凌晨5点钟死亡。这是法医出具的鉴定意见，证明杨天生前因车祸2次碾压，导致头部、肾脏、肝脏等多处器官受损而死亡。马月月多次接受公安机关审讯时，供述了犯罪事实。经公安机关依法调查，根据已有证据判断，他涉嫌故意杀人罪，罪名成立。这个案件经过网络发酵，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江东市乃至全国的新闻热点。
副总经理撞死总经理，已经成了社会焦点，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案件的重要性了吧？知道了。我们的任务呢，就是完整的梳理一下这个案子。行了，干吧。哎，小韩。哎，小波，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高处新来的检察官助理傅小柔。你好。你好，小柔，刑警队韩冰。马队让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案子的基本情况。来，这边。啊，谢谢。3天前，我们接到这家银行经理的报案。按照惯例，那天为银行的取款日，一名取款人员在保安和银行金库的管理员田明的陪同下，一起进入了金库。二人用密码和指纹打开了金库的最后一道门。当他们打开最后一道门的时候，被2名持刀蒙面劫匪当场抢劫。这是第1名死者，身中7刀，流血过多，导致当场死亡。这是第2名死者，身中5刀后，被凶手用扯断连接摄像头的电线，当场勒死。这边，这是第3名受害者，是银行金库管理员田明，身中3刀，流血过多，当场昏迷，现在正在医院抢救。根据核实，银行的200万现金和300块500克的金锭，现在下落不明。这些就是这个案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没有留下什么其他痕迹？当时我们从掉在地上的摄像头中找到了一段残留的影像，我们已经移交由技术部门鉴定。通过这段视频，我推理，因为外人是不可能知道监控系统电线藏在钱柜里的，所以一定是田明勾结2个蒙面人作案。利用这个视频的盲区，田明扯断电线，勒死银行管理员。在这个时候，外面的保安听到了声音要跑进来，结果被后面的2个蒙面人连刺数刀致死。可是没有想到，2个蒙面人想独吞财物，临时变卦，向田明刺了数刀。凭什么？玩命的是我们2个，你凭什么赢一半？没有我，你们谁也别想出去！别跟他废话，做了他！你这是对田明身受重伤的一种推理。你的推理性不错，但是推理只是逻辑分析，真正的答案还需要从证据当中去找。再仔细看看画面。我已经看了很多遍了。你觉得这里面没有问题吗？没有啊。你仔细看看墙面。你不是去过现场吗？我难道遗漏了什么？不可能啊！你仔细看看墙面。墙面。
先赶快走啊！说好了，你们2个一半，剩下一半是我的。凭什么？外面的是我们2个，你凭什么一半？想反悔是不是？没有我，你们进得来吗？没有我，你们谁也别想出去！别跟他废话，做了他！墙面。什么情况？你谁啊？在这干什么呢？我是检察官助理付小柔，你是谁啊？这是我们刑警队马队，马立行。马队啊。谁让你来的？在这破坏现场，知道吗？马上给高建打电话。什么事儿？掐死我了！哎，高处怎么了？亲自登门没睡，那得点点好的。是啊，看你精神状态挺好的，不像受伤。我这是内伤，还一大包。你的人下手也太狠了。来，那个要牛肉，几点羹？来个清蒸鱼，再要份鸭肉。你去。哎，你干嘛去呢？还不都赖你？这案子换什么公诉人呢？我心里没底了。昨天晚上复查，看看有什么破绽。目无尊长，大尾包。我学生，干嘛还要尊重你呀？这不请你吃饭了吗？护犊子！谁让你去现场的？案发现场不能破坏，这规矩你不懂吗？没事儿，证据都固定完了。拿几瓶水去。好嘞。说说，发现什么了？田明是意外受伤，可是，在金库的墙面上发现了血迹，但在监控上却没有发现血迹。那说明，这监控有可能是假的，对吧？我是这样想的，不过单凭这一点好像没有办法证明这个，所以我还是会去找其他证据。那我再给你提供一个信息啊，每一块金子重500克，箱子里面有300块，加上箱子的重量，最少有300多斤吧，但是还是把那箱子抬出去了，这说明什么？要么箱子是空的，要么监控是假的。如果箱子是空的话，那金锭去哪儿了？先转移啊！到时候干活啊，回头你见识公安是怎么办案的。那行，一会儿让师叔好好教教你。那我得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让我佩服了。嘿，吃吧。小柔，这是送给你的礼物。我也出钱了。欢迎新同事啊！谢谢啊。按照惯例，我们大家要给新来的同事开个欢迎会。你说咱们去吃西餐还是川菜？哎呀，别吃饭了，天天吃饭，我还减肥呢。咱们去逛街吧。不是，小柔，跟你有什么关系？人家小柔是新来的。对啊。小柔，你说西餐还是川菜？吃西餐，吃西餐，吃西餐。好，小柔说西餐，那就西餐。走，下班。哎，你们干嘛呢？不下班了吗？怎么还不走啊？高处，小柔不是新来的同事吗？我们想开个欢迎会，让我们增进感情。增进感情？对呀。在工作中也可以增进感情啊！正好我加班，你们跟我一块儿，把卷宗再看一遍，重要证据再检查一次。怎么到我这改规矩啦？肯定是刘明刚的那个案件出现了问题。好了，加班。加班吧。精确的 DNA 检测报告周3可以拿到，我安排专人周3去您那儿，只要报告一出来，就交给他就行了。好的。周3您能否到庭说明检验的依据？我要到周3中午才能到江东啊。中午才能到江东啊？不知道能不能赶上。啊，那没关系，这样，到时候我派人去高铁上接你。
胡小柔，哎，交给你个任务，周三一早去趟王教授那儿，就在那儿等着精确的 DNA 报告出来以后，马上送至法庭。中午去高铁站把王教授接到法庭，那个时间我应该已经在法庭上了。又让我跑腿儿，这不是一般的跑腿儿，是重要的证据。周三2点之前，王教授必须到达法庭，能完成吗？能。恭喜呀，你已经经过层层考验了，可能已经被鬼界州信任了。可能被信任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已经通过了他的最初测试，接下来的道路会很曲折。好耶，加油吧！大家注意看，这个视频正好拍下了行凶者逃跑的画面。大家注意这个人，这个人就是持刀扎被害人的凶手。大家注意他之后的状态。通过这段视频，我们可以看到，被告人在慌忙逃跑时，他的脚踝撞到了玻璃门上，他的脚踝应该是出血了。肃静。被告人刘明刚，脚踝被磕伤的是谁？是我。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言语的证据，而是实实在在的客观证据。既然公诉人问了，相信他有充分的理由。这只鞋的内侧，公安人员已经提取到了血迹。根据公诉人之前播放的视频片段，现在可以确定，在这只鞋子上留下血迹的人就是当天用刀子杀人的人。血迹已经进行了鉴定，就是被告人刘明刚所留。即使在鞋内提取到了 DNA， 也无法通过鉴定证明究竟是两兄弟中谁留下来的。公诉人要补充什么证据吗？高健，这次你输定了。审判长，公诉人申请出示新的证据。反对。审判长，这份证据公诉人并未向辩护人开示，有证据突袭的嫌疑。审判长，正是因为这份鉴定意见刚刚送到，所以还没来得及向辩护人开示。鉴于这份证据对本案的重要性，公诉人申请休庭30分钟，正好也给辩护人质证准备时间。辩护人有什么异议？没有。休庭。审判长，鉴于公诉人给出的这份鉴定意见非常专业，辩护人认为有必要请鉴定人出庭向我们解释一下这份鉴定意见的依据。公诉人对辩护人的请求，你有意见吗？小荣同志，让你久等了，你的脚怎么了？没事，老李，麻烦开快点。
鉴定人暂时不能到庭。大家肃静。审判长，辩护人认为，在鉴定人无法出庭解释的情况下，这份证据不应被采信。同时，也请合议庭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审判长，辩护人说的有道理，公诉人现在就申请鉴定人到庭。传鉴定人到庭。请问，目前全世界有什么方法可以区分同卵双胞胎的 DNA？ 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区别，但是它并不等同于同卵双胞胎就不能够被区别。不好意思，我不太清楚你的意思，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和你的妹妹买了2条完全相同的裙子，一人1条。在刚买来的时候，这2条裙子是一模一样的，你们也分不出来。但是过一段时间以后，你的那条裙子由于是水洗，有点缩水了，而你妹妹的那一条一直是干洗，它没有缩水。从此之后，这2条裙子即使看着很像，但是你们却可以轻松地把它辨认出来。我们从犯罪现场2个兄弟的 DNA 里面进行了更深刻的分析，发现刘明强的 DNA 基因片段中出现了突变，而刘明刚的却没有。这只鞋子上面的血迹提取物中检测到的 DNA 并没有突变，所以它无疑是刘明刚的。今天怎么这么晚接王教授过来啊？打你电话也不通。我之前不是跟你说了吗？王教授对这次庭审非常重要。我知道。可是。可是什么？没有可是。高检察官，你说说你这厉害的样子，人家姑娘她这受伤了，还带着伤去接我，这不也没耽误咱们开庭不是？所以啊，就别发脾气了。好，谢谢王教授。王超，你送一下王教授。好，王教授请。上哪儿了？没事。张小波，你带付小柔马上到医院去，检查一下脚踝。哦，好。高进。我又输了。我赢的也不轻松。按理说，输了的人不应该提条件。但你也知道，他们2个兄弟偷补品是为了母亲的身体。现在如果2个兄弟都进了监狱，多病的母亲谁来照顾？我能理解，你是出于道德同情，想帮他们。但是情是情，法是法，这个你也应该清楚。如果他们真的不想让他们的母亲没人照顾，就不应该持刀杀人。另外，我相信刘明强的行为
跟你无关。我能理解，作为辩护律师，你得全力以赴。但请你也相信我，我也是一个有同情心的人。执法为民吧。从案发到第2天，他投案自首，他去哪儿了？他做了什么？卷宗中没有体现。他自己供述，犯罪之后去了海边，一直在纠结是否要自首。他只是认罪，其他的什么都没交代。马跃从案发到投案的行踪，我还是有所怀疑。这个期间他去哪儿了？见了什么人？做了什么？这案子不起诉了吗？马跃认罪态度也挺好的，你觉得有问题啊？你查一下吧，查清楚了我心里踏实。行，你说查就查。田明吃了那么大的亏，怎么可能不交代你们的事儿啊？那你可以去问他呀。我这儿给你一个坦白的机会，说吧，金锭是不是藏在你们伪造监控的地方？制造假的监控录像，也就是说，肯定有第2现场了。确切的说，是第1案发现场。哦。够下本的你们，啊！小柔，这才是犯罪现场呢。金锭呢？可以结案了，去。小柔，看明白了吗？看明白了，其实根本就没有匪徒入室抢劫，是王经理和田明，他们用蚂蚁搬家的方法，早就把金锭转移到这里藏了起来，然后为了掩饰金锭被盗的事实，又策划了一场入室抢劫。先是伪造了现场，又假装自己是歹徒，录制了搬走金锭的视频。最后再扯断金库监控的连接线，毁掉了真实犯罪过程的监控录像，混淆视听。干什么？已经不错了，在现场溜达一圈，就能发现是熟人作案，比张小波强多了。一个检察官初来乍到的，要都像高健那么聪明，侦查你们也一起干了得了，让我们公安干嘛呀？嘿，
我给你上的第一课就是眼见是实，耳听是虚。第二课就是告诉你，眼见也未必是事实，懂了吗？嗯。王经理，你说你跟田明是一条线上的蚂蚱，你为什么杀他呀？我觉得这种事儿少一个人知道，便多一份安全。你以为你杀了他，我们就看不出来了？啊？你以为你们俩演个双簧就能骗过我们？你想杀田明，以为这样就能隐藏所有的事实，可是法网恢恢啊！田明倒地后，在现场留下的血迹，拆穿了你所有的谎言。即使你杀死了知情人，还伪造了案发现场。太天真了。怎么样，小柔，能当你师叔了吧？收队。银行金库抢劫案查得怎么样？挺顺利的，马立雄他们已经破案了，嫌疑人也已经到案了。傅小柔参与了吗？参与了。怎么样？胆大心细，证据审查能力强，逻辑推理能力也不错，可用。给你配个助手不容易啊，好好的带一带。嗯啊。怎么不去吃饭？他们去打饭了，我让他们给我带点回来，我在看新的司法解释。那正好，我们来探讨一个问题。哦。刘明强，你还有印象吗？在法庭上替哥哥顶罪的那个。公安局已经提捕，想问问我们的意见。理论上来讲，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伪证罪，但是他妈妈太可怜了，所以最好别再处理了。是，但也不全是。有什么想法就说嘛，我们再探讨。我认为林明强虽然犯了伪证罪，但可以不追究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有一个可怜的母亲需要人照顾，当然，这肯定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他是在为自己的哥哥做伪证，欺骗法庭，这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古代有亲亲得相守逆的传统，也就是说，从古至今，我们就有这样的思考习惯。更何况，他是为自己的哥哥做伪证，是基于人伦天性。想自己承担这些罪名，这跟其他的做伪证也是有区别的。所以呢？所以我认为可以对他做酌定不起诉，情节轻微可以做不起诉决定。酌定不起诉，我忘了。你没忘？你这是对我又一次的考核吧？还要考多少次啊？对于一个检察官的考核是终身的，没有次数限定。所以你要时刻准备着。唉，处处是陷阱，真是鬼见愁。他们家出了这种事儿，其他忙我也帮不上，这个就是一点心意，帮我转达。哎呀，我们社区呀会多方照顾的。这个刘明刚会判重罪吗？刘明刚是抢劫致人死亡，罪名成立，但是他认罪态度挺好的，我也建议法庭从轻量刑。啊，谢谢你啊，我们社区也会尽力照顾他们。好。你怎么也在这儿？你怎么也来了？您好，那个我想给刘明刚家里捐点钱。哦，谢谢谢谢，不客气，谢谢叶律师。好。你呀，
还是跟以前一样，外冷内热。就像你自己说的那句话，善良不要喧哗。我说过吗？你当然说过了，你说的每句话我都记得很清楚。你成为我爸学生的时候，你就是我的偶像。不会吧？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好像并不是很融洽。你还记得？那是因为当时我爸天天夸你，夸得我特别不服气，所以呢，我就故意找了一个茬，找你去理论。结果到现在也没有赢了你。你太要强了。我知道我不是左晴，没有他那么诗情画意。抱歉啊。你说实话，你觉得我现在是一名好的律师吗？当然是啊，不是我说的，公认的。我成现在这个样子，其实和你有很大的关系。我选择做一名律师，都是因为你。你肯定忘了，那时候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在家里啊，我记得你和我爸因为一个法律的问题在争辩。我还记得当时我爸气得浑身发抖，你呢？你就理直气壮地站在那里，神采飞扬地说：“理越辩越清，法越辩越明，控辩越精彩，国徽就越闪亮。”那个时候年轻气盛，现在再也不敢那么气他老人家了。可是你不知道，那时候你说的那段话让我特别激动，也就是在那一刻，我下定决心要做一名刑辩律师。为什么不是检察官呢？因为我知道你的理想是做公诉人，有控诉就要有辩护，如果没有辩护律师，公诉人指控的公平价值就无法充分体现。我希望有一天我们同时站在法庭上，实现彼此的价值。好，我也很期待那种高水准的对抗，在法庭上妙语连珠中体现法治精神，因为很过瘾。你可能还是要去一趟检察院，把剩下的卷宗补齐。故意的是吧？故意让我去是不是？哎，那首歌怎么唱来着？男人女人，有生之年狭路相逢不可避免。这次又是他负责这个案子，你可不能心软啊！你什么时候见过我心软过？知道我最喜欢的警察是谁吗？布鲁斯·威利斯。当然不是了，我喜欢更经典的。经典？悲惨世界的警察沙威，他崇尚法律无上的准则。你知道他说过什么吗？在法律面前，没有人可以例外。你确定他说的不是胜利即正义吗？那是我说的。我听说，最近高健身边多了一个能干的检察官助理，叫什么来着？叫什么来着？你情报工作做得不是特别好啊。人家身边多了一个检察官助理，你都知道，但是名字不知道。情报工作做得不到位。所以向你请教啊，有关于高健的消息，肯定你最灵通。抓紧时间聊案子啊。行啊，随时啊。看了这些材料，你有什么想法？根据现场的勘查记录，被害人遇害的地点是在停车场。警方现在已经掌控了肇事车辆里大量的犯罪证据，包括现场汽车的肇事痕迹、方向盘上清晰的指纹，还有这份报告。这份鉴定报告已经证明了这些大量的犯罪痕迹都是马月月本人所留下，这些都是客观证据。二就是现场的目击证人、停车场的管理员
他说，案发的期间他亲眼见到被害者杨天和马月月共同进入停车场，2个人在停车场里停留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这个时间距离被害人遇害的时间是非常近的，也就是说马月月他是有作案时间的。更不利的是，马月在警方那里留下了承认犯罪事实的口供。这个案子人证物证俱全，公诉方躺着都能赢，留给辩方律师的辩护空间不大。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接这个案子，是你主动争取的？那不是，是有人找过来的，出了大价钱。总之不寒碜。但到目前为止，这个案子就没有让你觉得有可疑的地方吗？唯一让我觉得有疑问的，就是马月月的作案动机。那马月月为什么要杀杨天呢？我也有这个疑惑，犯罪动机不够明显，那就说明这个案子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如果动机不够明显，不能合理解释的话，那怎么能让人相信一个女人可以那么残忍地杀害另一个人呢？当然，也许是我想多了。没想多，这非常重要。故意杀人案，动机一定要查明，这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犯罪嫌疑人他供述的可信性。但马月月不是自首的吗？自首就一定说实话吗？如果一个人说自己做了一件事情，但逻辑不通，又不符合常理，跟其他人的话还矛盾，他说的你会信吗？要判断一份证据的可信性，往往需要10份甚至几十份的证据，还有大量的生活经验来辅助。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推断。你也知道，一旦上了法庭，我们这些疑问根本就不能说服法官。马月月，她想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做了什么。你见过她了？见过。个性内向，沉默寡言，连警方都难以从他口中得到太多东西，恐怕我们也是一样。笑什么？我突然想起《七宗罪》里面有一个年轻警察发牢骚说的话：我们在善后收集一切的证据，取走所有的照片样本，不停地记笔记，把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时间都写下来，巨细无遗，分门别类，痴心盼望着在审判时能用得上。像在荒岛上捡钻石，存起来等着获救以后用。你也知道啊？我喜欢电影，喜欢《七宗罪》，还喜欢蜘蛛侠。张小波，该你了。哦，该我了是吧？蜘蛛侠把我弄懵了啊！那个，我说那个案子，对。我目前看到的东西都是卷宗里给我们的东西。我觉得我们需要进行我们自己独立的调查，从外围入手，先去查一查马月月的同事关系和朋友关系，摸摸马月月的底细，然后我们需要和他亲自见个面，和他谈完之后，我们再决定怎么做。行。还有一件事，你说有人出了大价钱请你做马月的辩护方，我能知道这个人是谁吗？说实话，我不知道。你知道案件背后的外力越小，我们越能够集中精神在案件的本体上，你懂的，对吧？当然。这样子吧，我先去找马月月的丈夫雷同，看从他那儿能够打听出来什么。报纸出新消息了，知名律师邓凯文代理了马月月开车撞人致死案。最近获悉，卡米洛特律师事务所知名律师邓凯文接手此案。邓凯文是业内有名的刑辩律师。匿名人士分析其以往的案例，认为邓凯文担任辩护人可能令本案的发展产生不小的变数。他这下可真出了名了，案子还没正式接手呢。不过更像是舆论增压。
先别管其他的，媒体就喜欢夸大其词。我们把案件研究透了，确保无懈可击。你再去找一些资料，把本案的证据再复核一下。好。铁董事长，要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饭前便后要洗手。小学生都懂的道理，你不会不懂吧？手不干净啊，后半辈子都没饭吃啊！有人提醒我，让我把手洗干净。董事长，你怎么考虑的？人老了，身边有一个知冷知热的人，不容易啊。这现在人进去了，你说那公安局的、检察院的，也不都是吃干饭的，是吧？马月月的丈夫雷同。今天我来是想请教您关于马月月的事儿。该说的我都跟警察说了。其实我也只有一个问题：据您所知，他和杨天之间究竟存在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以至于他会采取这么过激的手段？杨天是罪有应得，如果我是他，可能手段还会更狠。能不能具体说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矛盾呢？对不起，我这里没你想知道的，我还有事。李现，谢谢。聪明。我跟你说明一下我现在的思路。以我们现在手上有的资料，跟马月月的口供相比，确实在逻辑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不表示这个看似完备的证据链不存在薄弱的环节。我们可以反向思考，从检方的论证系统去检视这个证据链有什么薄弱之处，然后找到突破口。这样子，我们在法庭上还是有可能占上风的。你知道眼下最棘手的是什么吗？马月月供述的案发经过相对简单，而且他的确在现场和作案工具上留下了大量的犯罪痕迹。除非我们现在找到有力的证据，可以粉碎现有的证据，不然的话，一旦上了法庭，我们很可能毫无退路，一败涂地。我还是坚持为马月月做罪轻辩护。这不冲突。我刚刚说了，不放弃罪轻辩护的思路。如果能做到无罪辩护，自然是最好的。我们是为马月的案子来的。那天是您值班吧？那天的事儿，你还记得吗？公安局的人呢，锁定马月之后，就找到我，落实车牌号码和出入时间。那你觉得马月这个人怎么样？平时不太愿意跟人说话。几年下来之后，我和他说话都不超过10句。你还是说说案发那天的情况吧。那天我是中午12点钟接的班，他开车从小区出去，我和他打个招呼，然后他就走了。这很平常啊，为什么你会记得这么清楚？马月开的车是我们小区数1数2的好车，她老公就骑那个小电动车，所以呀，他出来进去的，我们都在背后议论。他们两个夫妻关系怎么样？不好，很不好。平时雷同与马月月两个人也没个笑脸，一看就是不和谐。雷同现在闭口不谈，我们很难找到马月月行为的动因，也就是说，我们缺少为马月月做罪轻辩护的突破口。在这个时候，你呀，你还奢望做无罪辩护，我真的有点佩服你。努力不一定成功，放弃一定失败。好，
你有主导思想，我也不缺乏敬业精神。那从现在开始，我们扩大调查范围，争取必须找到马月月行为的动因，行了吧？没心情，快走，出发了。你好好想想，那天马月出了小区之后，大概是几点钟回来的？至少6点钟之前他没回来，这个中间我没见过他。您为什么这么肯定？我6点钟下班啊，我当然肯定。今天就这样吧。好，行，那谢谢你，方队长。哎，好，好，再见。哎，如果能做到无罪辩护，自然是最好。你有什么想法？一会儿再说。你好，你好，你好，我们是律师，想找你们这儿保安队长了解一下情况。你好，又来了。你好，我们想找一下这个小区的保安队长。我就是。你们？你好，我们是卡米洛特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想来了解一下关于马月月事件的一些信息。这邪了门了，今儿怎么都来问这事儿呢？请问，还有谁为这事儿来过？检察院的，这不刚走吗？我说你们怎么也不一块儿来呀？我这一天我得说几遍呢？真是太麻烦您了。哎，这样，现在正好饭点儿，我们就近请您吃个便饭，咱们边吃边聊，您看怎么样？得，那我就再说一次。这次走访得到的信息就这些了。知道为什么让你们去走访吗？就是马月的叙述太简单了，从动机到作案过程，以至于案发后的情况都很简单。可是我觉得今天走访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听我说啊，冯队长说马月月是11日中午12点离开的小区，晚上6点多还没回来。根据警方的资料，马月月的车进入露天停车场的时间是12日晚上11点50分，他投案的时间是13日上午10点。那这段时间，马月月去哪儿了？事情已经落实清楚了。检察院这边派出的公诉人是高健，和他配合的是新来的叫傅小柔。据听说，高健可比原来的检察官厉害多了。啊，律师找的怎么样了？是卡米洛特律师事务所的2位律师，邓凯文和他的合伙人叶子琪。邓凯文这个人我知道。叶子琪是谁啊？是江东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叶龙恩的女儿。这叶龙恩是高健和邓凯文的老师。行，这件事情你就负责去做，一定要把它做好。我给你安排个人，最近有些事情你就让他去办。我走了。没事吧？没事儿，坐。怎么样？有什么新发现吗？我是有一些新发现，但是对我们的委托人不太有利。我去了昊天箭头，根据他们员工的反应来看，
非常不好。你说这个事情啊，两个人，一个是老总，一个是副总，每天开会碰面都在一起，出差也在一起。那突然有一天，这个副的真的给搞死了，那你说为什么？情杀，一定是情杀。那你见过他们俩关系密切的表现吗？马月月能把受害人约出去，把他给害死了，这还不能说明两个人的关系啊？那你打个比方来说，要是我想约他出去，那人家也不肯啊。那案发之前，在你的印象当中，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或者不寻常的地方？两个人关系好像不是太好。有一次我去送文件啊，就听见两个人在办公室里特别大声音的吵架。吵的内容，您听见了吗？像是关于什么招标的事情啊。他说的什么话，您还有印象吗？说的是，如果你们要这么干，除非我死了。王主任的说法和警方的推断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在案发之前，马月月和死者杨天爆发过激烈的争吵，而且当时两个人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既然关系紧张，为什么他还答应跟杨天出去呢？而且还采取故意杀人这么极端的手段。可警方有完整的现场勘查记录和详细的痕迹检验报告，案发现场的指纹、脚印，包括作案工具，都符合马月月的供词。证人的证言现在也直接指向了马月月。如果呈上法庭，反而完善了控方的证据链。凯文，这可是个难解的局啊！还马。你自己的处境，你自己清楚。如果你想要帮自己的话，你就得想想办法。我要活着，我要出去。警官，警官，来人啊！我要见检察官！警官，我是冤枉的，我要见陈检察官！警官，我是冤枉的，警官，我要见陈检察官！有把握吗？有。不管他提什么条件，都答应他。知道了。这个事儿你去办，务必要保证万无一失。明白。嫂子的忌日我记着呢，也替你扫过墓了。您好，我们是江东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处的，我叫高健，他叫付小柔。我听说你今天找我们来是想重新来陈述案情。对。那好，你说吧。那天，我和杨天去了露天停车场。杨天，你也太过分了。我就喜欢跟你在一起。这就是事发当时全部情形。按你说的，你当时只是撞伤了杨天，并没有倒车碾压致使其死亡，对吗？那你之前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供述呢？
我开始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你投案的时候，杨天已经死了，问题有多严重，你应该知道。那为什么之前一直要做有罪供述？马月月，翻供要有翻供的理由，否则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呢？怎么了？马月月翻供了，我刚才见过他，他承认撞人，但他否认杀人。我们现在要全力做罪轻辩护了。马月翻供，他理由是什么？我和杨天有私情。我什么时候叫你过来，你就得什么时候到。你也太过分了。我还有家庭，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会身败名裂。我是个爱面子的女人，事情已经出了，我也不想活了，所以我宁可承认是我杀了他，给他偿命。都说完了，还有没有漏掉什么？没有了。那好，那我问你啊，你跟杨天在停车场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其他的人？没有。你撞上杨天之后呢？我离开了。去哪儿了？我去了海边。海边待了多久？有人证明吗？我一个人待了1夜，当时我脑子很乱，也不知道该做什么。行，那等一会儿做完笔录你看一下，要是没什么问题就签个字。高检察官，你们能帮我吗？法院就快开庭了。我们一定会查明真相，好吧？他把杨天给杀了，就是因为他想掩盖他和杨天之间的私情。你不觉得这太不符合事实逻辑了吗？你想一想，马月作为一个女人，以她和杨天这种亲密的关系，如果不是杨天有什么事情能够威胁到她，她怎么可能会有杀人的动机呢？她怎么能下定决心去杀人呢？你不觉得奇怪吗？法院3天以后就要公开审理这个案子，这个时候翻供，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个转机。可我觉得太蹊跷了，马月月的汽车底盘上确实有碾压的痕迹，这些都是客观证据推翻不了的。你说对一件事，这是个转机，但是我们还是要把握有限的时间，尽可能的收集对我们有利的证据，才有可能做到罪轻辩护。那你想怎么做？这样子吧，你从死者杨天入手，看能不能找到不同于检方结论的地方。那好，我再去调查一下。嗯。你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什么？比如说这个案子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现这么大的反转？案子出现反转，虽然少见，但也很正常。怎么了？没事。喂，我知道了。马月月一案，因为影响大，当初我们是上了检委会的，现在马上就要开庭了，媒体呢对这个案子有十分的关注，而马月月又在此时此刻推翻了口供，这一切我想听一听公安的同志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被告人在面临审判的时候出现反复是正常的。这个案子的资料我仔细看过了。
证据还是挺扎实的，物证、书证都比较详细，反正我挺有信心的。高健，你的意见呢？起诉时证据肯定没有问题，我也倾向坚持我们的公诉主张。只是我觉得有一些证据还需要再核实一下。现在就这么上庭了，我心里还是有点没底。能不能建议法院延期审理啊？我看就没这个必要了。一旦延期啊，媒体就会抓住这个点进行炒作，加上马月月现在又在翻供，所以这一切的一切都会惹出很多的麻烦。推翻口供怕什么？只要我们把握住指控的理由，不就行了？好的。这个地方确实挺偏僻的。凯文，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地方，案发现场应该就在这儿。你看。您好，我们是律师。前一段时间这边发生了命案，我们今天啊过来了解一下情况。请问您是？我是这个停车场的管理员。律师，案子，就是那个被撞的那个。是的。哎呀，人家人都给那个坏女人压死了，你们还替她辩护？是不是他压死的？得由法院判，不是我，也不是您。请问您说您是管理员，那案发当天您有当班吗？有啊。那天您看到什么特别的情况了吗？我就看到他们开车进了我们停车场，半天没下来人，后来那个男的下来了。然后呢？然后我就干活去了。过了10多分钟以后，我回来再一看，那个男的就躺在地上了，可是车没有了。您当时看到案发现场的位置在什么位置？您还记得吗？就在前头。先生，先生，先生，凯文，凯文。人呢？不知道。你看这个门锁是故意被人破坏的。姑且不论这几个脚印是谁的，这个门锁肯定是最近才破坏的，痕迹还很新。这个人是为了避开停车场正门的监控，所以从消防通道上来之后破坏了门锁，进入停车场。不管这个人是谁，
他和凶案都脱不了关系。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江东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大门前。今天上午将要对昊天建投副总经理马月月涉嫌杀害总经理杨天一案进行报道。上午9点将开始公开开庭审判，我们将持续为您做现场报道。董事长好。董事长好。高检察官，您对马月月杀人案有什么看法？不好意思，媒体采访要先联系我岳学院处。高检察官，不要这么守口如瓶嘛！有没有什么可以透露的内部消息？开庭之前，一切案件信息均属秘密。哎，高检察官，律师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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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正在向我们走来的这位女士，就是大名鼎鼎的刑辩大律师叶子琪女士。据说她出身于法学世家。别自卖自夸。邓律师还有叶律师，你们对马月月杀人案有什么看法？我想纠正各位一个错误，关于马月月杀人案这个说法，在法理上是不成立的。因为本案还没有宣判，马月月仅仅是犯罪嫌疑人而已。董事长好。我要开个电话会议，任何人都不见。好的，董事长。被告人马月月在本市先奥新停车场内，因琐事与被害人杨天发生争吵，后趁杨天下车之际，故意加速驾车撞倒杨天，又再次碾压，致使杨天在停车场内头部、肝脏、肾脏等多器官损伤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2条的规定，本院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此致江东市中级人民法院。检察官高健。被告人马月月，你可以就起诉书所指控的事实向法庭陈述。我撞了杨天，但是我没有再次碾压，我没有杀死他。不要呀！肃静。果然这样翻供，这种翻供很考验公诉人的综合能力。被告人马月月，公诉人现在对你讯问，请你听清楚问题之后，直接如实的回答。好。你是怎么到案的？我是自己去的派出所。有人强迫你投案吗？没有。那么，当时你说的杀人了，你指的是把谁杀了？我当时说的不对，我没有想杀他。马月月，你要听清楚我问的问题。我问的是你当时所说的意思，你杀的是谁？至于你有没有杀他，稍后我会让你解释。杨天，你当时是怎么跟公安机关说你杀人过程的？我记不住了，我当时说的不是真的。既然记不清楚了，为什么那么确定，说你说的不是真的？我说我杀了杨天不是真的，我没有再次碾压。就是说你曾经说过，你再次碾压过他。是。肃静。
高健是一个很有庭审经验的公诉人呐。案发当天，你和杨天确实去了露天停车场吗？是，我开车带着他。去做什么？我跟杨天约好的是去谈工作。你们有没有发生争吵？有。为什么？他欺骗了我的感情，对我不负责任。然后呢？我们在车上谈工作，谈了一会儿，没谈妥，然后他就下车喝啤酒，我就开车撞了他。能不能明确地说一下，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我和他有私情。你胡说！你这个坏女人！你害死了我丈夫，还有他同时告诉我。肃静，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如果你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本庭只能请你离开法庭。公诉人可以继续提问。你说你开车撞向被害人，那之后被害人有什么反应？他躺在地上，我确定他没有死之后，我就开车走了。既然他没有死，你为什么不送他去医院？我害怕。是怕他死，还是怕他不死？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真的很害怕，我真的很害怕，很害怕。我求求你们了，不要再问了。行了行了，班长，我的问题问完了。辩护人有无问题？没有。班长，别急。辩护人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高健应该能应付。本证人统领新到庭。那天我看见被告人他们的车开进了停车场。他们开着车进了停车场以后，好长时间都没下车，我就觉得奇怪，就远远的看着。再回来的时候，看见那个女人开着车飞快的就跑了。我赶紧的就报警。我的问题问完了。辩护人有什么需要提问的？有。孔先生，按你所说，从被告人的车辆进入停车场，到你看到被告人的车辆离开，这段时间你并没有一直看着他们，对吗？是的。下一个问题，你说看到他们车辆进入停车场之后，你好奇了，请问你好奇什么？到地方干嘛不下车啊？是不是当时车上有一男一女，所以你有了一些其他的联想？审判长，辩护人的问题和本案无关。辩护人，请注意你的提问内容。好的，审判长，我没有其他的问题了。邓凯文的提问方式很奇怪。传证人王美玲到庭。证人王美玲，你可以开始向本庭陈述你的证词。我觉得这两个人关系不正常，那出事是早晚的事情啊。为什么这么说？他们俩在办公室吵得很凶的，很大声音的。为什么吵？好像是什么招标投资的事情啊。喊了一句很大声的话。喊的什么？你们要想这么做，除非我死了。审判长，公诉人要申请本案的最后一名证人到庭。在现场吗？对。你不想说点什么？您就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能办回来吗？我相信邓凯文。雷同是控方申请到庭作证的证人，所以先由公诉人向证人发问。案发当天，被告人和你在一起吗？是的，开始我们在一起，后来他说有事，就出去了。
是什么时间出去的？中午12点左右。几点回来？第二天早上6点左右。他回来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当时他一脸憔悴，面带几分惊恐，总之就像是经历过什么可怕的事情一样。那你有没有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问了，起初他不敢说，我问了好几次，他才告诉我。他跟我说，他杀人了。肃静。他说杀的是什么人？杨天。怎么杀的？开车撞死的。就这么简单？他说，他开车撞到杨天后，下车一看，杨天还活着，于是又回到车里，把杨天给压死了。审判长，我的问题问完了。辩护人对此是否有疑问？有。请问，证人雷同先生，你的妻子，也就是被告马月月发生撞人事件的时候，你人在什么地方？我在家里。案发当天中午11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你的妻子回家之前，你一直待在家里没有出去过？是，我一直在家。请问，平常你和你妻子的关系怎么样？很好。很好。是。可是根据邻居反映，你们夫妻之间经常吵架，甚至为此惊动过110。我手上有一份110的接警记录，你需要看一下吗？辩护人，这份证据与本案毫无关联，就没必要在法庭上展示了吧？审判长，辩方不是要把这些作为辩方的证据，而是要提醒证人在法庭上要实事求是。我承认，我们是吵过架。不过，你没跟你老公吵过架吗？肃静。请问你认识被害人杨天吗？不认识。你的妻子和杨天同是昊天建投的高管，你不认识他？你老公单位的同事，你都认识啊？雷同，你有没有跟踪过你的妻子？跟踪？这哪儿的话？没有。没有。确定没有？没有。那可以评价一下你的妻子吗？她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很适合搞管理。她尊重你吗？当然。她从来没有尊重过你，而且和别的人过从甚密，所以你心里一直恨她。但是因为她挣的钱比你多，所以你一直敢怒不敢言，是不是？你凭什么这么说？审判长，辩护人在主观臆测，并且攻击我方证人的人格。辩护人围绕重点发问。审判长，并非辩方没有重点发问，而是控方的证人从一开始就谎话连篇。首先，他说他和他的妻子关系非常好，但是直到辩方拿出了接警记录的时候，他才突然改口。其次，证人雷同说自己不认识被害人杨天，但是雷同曾经到昊天建投去找过杨天质问，被马月发现之后把他赶了出门。临出门之前，雷同对杨天咒骂，咒他出门被车撞死。这里有王主任的询问笔录。证人，辩护人说的这个情节到底有没有发生过？有。就是说，你刚才在法庭上说你不认识被害人杨天，是在撒谎，是不是？是还是不是？是。雷同，案发当天你有没有到过案发现场？
证人，请回答我的问题。没有，我刚才说了，我一整天都在家。审判长，请允许辩方在法庭上播放一段案发当日马月月家小区门口的监控录像。雷同，案发当天，你跟着马月月去了什么地方？我只是随便溜达了一圈。你没有到过案发的停车场？没有，绝对没有。雷同，案发当日，你有没有去过照片上的地方？没有。但是我们在那里发现了男人的脚印。从照片上看，这是一个很偏僻的角落，楼梯常年弃置不用，门锁被人破坏，说明有人通过这里进入了停车场。正因为常年无人打扫，所以才使得痕迹保存了下来。你随便拍个脚印儿，就说是我的。我并没有说这是你的脚印。我们已经申请了证据保护，至于是不是你的脚印，有关部门自然会鉴定。证人雷同，我再问一次，案发当时，你是不是在现场？不要试图隐瞒。雷同，你的秘密我可都知道。我听不懂你说什么。你自己做过的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吗？案发当天，你是不是也在现场？我是去了那个停车场，不过我那只是跟踪而已。跟踪？是。跟踪谁？马月月啊。我就是想知道她去了哪儿，我担心她，如果出现问题，我好保护她。如果你是要保护她，那么你到了案发现场之后，一定会确保马月月安全离开之后，你才离开。那么当你看到马月月撞倒杨天之后，月月，快让着，快！你要干嘛？杀了他！不要！不要！让他去报警来抓你吗？不，你胡说，不是这样。那是什么样？反正不是这样。对，或许的确不是这样，因为你根本不是想要去保护你的妻子，你只是想要报复杨天。杨天跟马月月也有私情，你知道之后，你就计划杀害杨天，然后再说服马月月自首，替你顶罪。不是这样，你不要胡说八道。毕竟，一个男人最无法忍受的，就是他的妻子对他不忠嘛。是又怎样？那个混蛋，他死活该，他早就该死。小铁总，
董事长在吧？董事长在开个电话会议，谁都不见。哎，小铁总。又是马月月。审判长，辩护人臆断事实，影响我方证人情绪。审判长，辩方只是根据常理和证据进行事实推断。审判长，证人现在已经处于心理崩溃状态，我请求暂时休庭。你是不是见到杨天还没有死？是。所以你上了驾驶座，从他身上碾过去，是不是？是。不是。肃静！你有什么证据？你恨马月月不忠，更恨杨天，是不是？你们不要再问了。你们不要再问了。审判长，辩方暂时没有问题了。本次庭审暂时到此，休庭。董事长。啊。小铁总，今天晚上回家吃饭吗？我还在学习呢。哎，这个案子，您好像胸有成竹啊。别乱讲啊！别忘了，可是您花钱让我去学了法律，你这么做，可是会妨碍司法公正的哦。你呀，少操点不该操的心吧！啊！是，我再提醒一句啊，管好你的女人，别让她再添出别的什么乱子来。来，各位都辛苦了，恭喜张总，恭喜张总。哎呀，我心中除了感谢还是感谢，感谢各位这段时间的付出，感谢我的小师妹加盟我们律所。自从叶律师加盟我们卡米洛特之后，可以说是如虎添翼啊！大家一起感谢叶律师。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也要谢谢你对我诸多的帮助。谢谢大家。来，咱们公司的口号是什么来着？胜者为王。胜利即正义。干杯！干杯 ！Cheers！ 大家都别闷着，说说自己的看法。首先，我检讨，控方证人被辩护人问成真凶，作为公诉人，我难辞其咎。话不能这么说，要说责任啊，我的责任比你大。记得当初，你心里不踏实，可是呢，我又没有同意向法院申请延期审理，所以现在说责任还为时过早。在庭审过程中啊，无论出现什么意外都属于正常的，关键是案件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如果马月月真的不是凶手，那么我们该变更起诉就变更起诉，轻罪不能重判。如果凶手真的是马月月，那么我们一定要扎实的收集证据，把这个案子真正的办到水落石出。高健，你相信雷同在法庭上说的话吗？不相信。为什么？说实话，雷同出庭，我刚开始就非常犹豫，因为她是马月月的丈夫，如果她不愿意，我们根本就无法强制她到庭。但是她主动提出来要出庭作证，我当时也没多想，就答应了。现在回想，丈夫主动出庭作证，证明自己的妻子有罪，这本身就不正常。但是呢，
控方啊，有举证的责任。我们不能随随便便地说可能性，一定要用证据来证明事实。是，我们已经申请了延期审理。这段时间我们会自行补充，马立行他们配合。您放心，我也会全力配合高处的。好。提取现场所有物证，送技术进行比对。高健，我拿脑袋担保，这些证据之前绝对没有。第一次勘察是拍过照片的，一比对就知道了。不用比对也知道，行政人员怎么可能那么粗心？这么重要的证据不提取啊？这是明显的伪证罪啊！啊，这是公然的向我们挑战呢。挑战的不是司法机关，是国家法律。雷同在法庭上看似控方的证人，实际上他起到了辩方证人的作用，这比他直接做辩方证人更让人怀疑本案的真凶是不是马月月。而且，辩护人能在这么短的过程中落实这么多颠覆性的证据，来配合雷同，这整个过程我感觉很像是有人在背后导演的一出戏。邓凯文。叶子杰，我明白你的意思。说实话，马月月犯案的时候，我就怀疑过，也担心他们。我找过叶子琪，叶子琪跟我说，他不可能做这种事儿，我也相信他，因为之前他也跟我说过，他在询问雷同的时候，雷同很抗拒，所以希望我们检察机关能够跟雷同沟通沟通，了解一下马月月的杀人动机。从这点上看，我觉得他们跟这件事的关系可能没多大关系。那这案子麻烦了，那监控室看看。仔细点啊！这些天都是你值夜班吗？不是，我们轮流值班。马月故意杀人案的涉案车辆搁在这儿，有人动过吗？没有，绝对没有。我一问你就说没有，你怎么这么肯定？这有监控视频。把10天之内的监控都给我调出来，一帧一帧看。是。马队，你先跟高处一块儿吃饭去吧，让小王慢慢查查。你平时喝点啊？不，没有。哦，那这是谁的？这不是我的。哦，我还以为是你的呢。不是我的。走吧。这事没完，有人发现马上给我打电话。是。你们就盯着，认真真看啊。邓律师，第一次庭审不错啊，这是讲好的1半酬金。庭审还没结束呢，检方申请了延期审理，现在正在补充侦查，没准还需要2次甚至3次开庭。现在给钱，为时尚早。不早，必要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增加律师费。廖先生不计成本，真是非常慷慨。生命比钱重要。还有一件事，我想请教廖先生：马月月突然翻供，是不是你们做了工作？其实很简单。有人托我带句话给你。什么人？你的朋友。他说让你听律师的话，别固执。还说什么？
没有了。比交台。马月月，律师会见。邓律师，你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你自己的处境自己清楚吗？清楚。你在侦查阶段做的笔录我全都看了，你一直认罪。是。这样的话，辩护空间就不大了。你为什么主动投案，又承认杀了杨天？有人威胁你，你自己的处境，你自己清楚。如果你想要帮自己的话，你最好说出实情。你是想让我什么也没说，我只是你涉嫌犯罪的辩护律师。你是一个出色的律师，马月月也很聪明，理解了你的意思。他说让你听律师的话，别固执。我要活着，我要出去。警官，来人啊！我要见检察官！警官，我是冤枉的，我要见检察官！警官。还有一件事儿，我想请教廖先生。雷同因为涉嫌帮助毁灭证据罪被抓了，这只是个由头，警方肯定会继续追查他是不是杀人凶手。这也是我的疑问。我说邓律师啊，你呢，只管看好手里的支票，其他的不要好奇心太重了。请慢用，谢谢。马立行，吃饭。不饿，无法无天了。你说这邓凯文疯了吧？他要掺和这事儿，我肯定办了他。你又没证据，你胡说什么呀？绝不会这么简单。吃饭。快吃饭吧，别虐待自己。那万一是自己工作出漏了呢？这怎么可能呢？你以为我们公安都废物呢？我可没那意思。赶紧吃饭。吃。别光吃饭，葱包羊肉，专门给你点的啊。来之前做一尸检，碎尸。就这事儿，没炒熟吧？故意的。他逼我说的。还挺嫩的，吃。不吃。那你多吃点。快，马上到。好吃也别吃了，走吧。怎么了？看完监控了。哎，动员打包。雷同的身体状况很不乐观，咱们看守所没有康复设备，不能收容。那只能转到公安医院了。雷同又吐血了。看，就这儿，这10分钟短码。什么原因？可能机器故障。机器故障。看这时间是开庭前3天的晚上，那天谁值班啊？
记不太清楚了。可值班记录吗？有，把记录拿出来看。哎，怎么了？我知道了。雷同体检的时候晕倒了，身体状况很不乐观，病情突然恶化，送到公安医院了。公安医院？什么病啊？严不严重啊？妈妈，你要查一下。雷同有重大疾病，破罐子破摔，跟辩护人串通，被马月月脱罪。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可是雷同替马月月顶罪，动机是什么？另外，我建议查一下他最近的财务情况，看看有什么可疑的财务往来没有。我觉得他有可能是利益驱使来做这个伪证。没错，现在马月案件出现这么大的转折，每一个证据都要重新落实一遍。好的，走。雷同的情况怎么样？肺癌，确诊晚期。现在状况如何？被转到公安医院了，身体非常虚弱，不适合询问。法庭上也有不测风云呐。庭审的录像我看了，媒体在披露庭审的一些细节以后，网上说什么的都有。对不起，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不说这个事儿了，今天叫你啊是另一件事。公安局想请我们介入一个商业贿赂案，他们是在接到匿名举报信以后进行的侦查。经过初步审查，举报线索属实。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大案，已经立案，所以啊，请我们提前介入。好。犯罪嫌疑人叫廖波，现在已经羁押。公安部门在对他的住所进行清查的时候，起获了数百万元的现金和购物卡。廖波，我们在你家起获的贿赂款中，发现了昊天箭头的名字，你怎么解释？这事儿我不知道啊，我真不知道。我们既然提审你，就有足够的依据，老实交代。我真没见过这笔钱，我不知道实情。钱都是我老婆收的。那你认识昊天箭头的副总经理马月吗？我不认识什么叫马月月的人。那钱都是我老婆拿的，有事儿你们去问她，跟我没关系啊。你们既然不认识，那你为什么叫她马月月而不是马月？这两个案子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很麻烦，你们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是。